5月下旬，内娱最意想不到的一场翻车出现了。没人想到，一句“你只是个王鹤棣”直接掉粉20万，路人缘急速崩盘，甚至连父亲开的炸串店都被卷进舆论风暴。这场风波真正刺痛网友的，根本不是那个玩笑本身，而是大家突然发现，王鹤棣似乎一直很爱开别人玩笑，可当自己成为被调侃的人时，他却第一次被贴上了玩不起的标签。一切都要从《亲爱的客栈》收官夜说起。5月22日，《亲爱的客栈》迎来最后一期录制。作为本季核心主理人，王鹤棣几乎全程扛起了整个客栈的运营节奏，从统筹安排、照顾嘉宾、协调流程，到现场各种琐碎事务，很多观众都能明显感觉到这一季的王鹤棣确实很拼。收官当晚，节目组安排了一个趣味颁奖环节。原本现场气氛一直很轻松，大家互相调侃，互送搞笑奖项，综艺感也拉得很满。可轮到王鹤棣时，气氛却突然变了。由沈月提议，吴泽林负责宣读的奖项名字叫最佳你只是个王鹤棣奖，而字幕里甚至还故意用了谐音梗王鹤棣。那个瞬间，现场明显安静了一拍，镜头扫过去时，王鹤棣脸上的笑几乎是1秒消失。他先是愣住，随后有些不自然地重复了一遍奖项名字，眼神里的错愕几乎藏不住。更尴尬的是，吴泽林随后又补了一句：“我们还有一个群没拉你。”一句话直接把现场气氛彻底推向微妙。因为无论是不是玩笑，被排除在外这种表达本身就很容易让人不舒服。镜头里，王鹤棣明显开始局促，他尝试追问，但碍于录制流程，最终还是只能强撑着笑意收场。节目播出后，这一段迅速引发争议，有人觉得熟人之间开玩笑而已，没必要过度解读，但也有人认为这个玩笑已经越界了，尤其是没拉进群那句，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孤立、排斥、边缘化。而真正让事情彻底失控的是第二天凌晨，5月23日凌晨2点22分，王鹤棣突然发出一条微博，全文只有短短28个字，大意是：一开始以为是自己太敏感，但看了大家的看法后，他承认自己确实不舒服，就是这句确实不舒服，瞬间引爆全网。因为这意味着他不是在配合节目效果，而是真的被刺到了。27分钟后，工作室转发微博并发文力挺，表示敏感从来不是软弱，而是对边界最本能的感知。相关词条直接霸榜热搜，而风向也开始迅速变化。最先被推上风口浪尖的是沈月，大量网友涌入评论区指责他玩笑没分寸，当众让人难堪，情商太低。压力之下，5月23日上午，沈月发布长文道歉，但也正是这篇回应让舆论开始第一次反转。他解释，你只是个王鹤棣其实是节目期间形成的内部玩笑，本意不是贬低，反而是想告诉王鹤棣别总逼着自己扛所有事，偶尔也可以轻松一点，做自己。而那个没有拉他进的群，其实早在2月13日就已经建立。群的存在是为了偷偷组织大家给王鹤棣新电影包场应援，不拉他进群只是怕他操心，并不存在孤立。最后沈月再次道歉，承认自己没有考虑到对方感受，态度非常诚恳。而也正是从这里开始，舆论彻底变了。越来越多网友开始觉得，如果这真的是私下长期玩梗，那为什么王鹤棣会突然公开放大这件事？紧接着网友开始疯狂翻旧账，而这一翻，问题彻底失控。大家突然发现，这些年王鹤棣自己其实一直很喜欢开别人。早年的综艺里，他曾调侃前辈，也有过故意破坏别人道具，拿他人外貌开玩笑的片段，甚至很多当时被粉丝称为综艺效果、性格真实、男孩子幼稚一点很正常的行为，如今全被重新审判。于是一种巨大的割裂感出现了，网友开始质疑，为什么你能随意调侃别人，
可轮到别人玩你时，你却率先破防，玩不起。玻璃心、双标这些标签开始大面积出现，而真正可怕的是，一旦路人缘开始反噬，很多事情都会连锁崩塌。短短几天，王鹤棣多个平台掉粉超过20万，不少老粉选择脱粉，甚至连陪伴多年的 CP 粉都开始大面积观战退圈。与此同时，沈月反而因为真诚回应，意外收获大量好感，短时间涨粉40多万，评论区风评明显回暖，风向彻底逆转。不少网友直接表示不想再看他演男主。而最让人唏嘘的，其实是家人被牵连。风波发酵后，王鹤棣父亲在四川经营的网红门店帝霸油炸突然遭到大量恶意差评，不少人专门跑去打1星，甚至故意留下阴阳怪气的评论。原本生意火爆的店铺，客流量明显下滑，营业额据说暴跌近40%。很多路人也开始觉得事情已经失控了。因为无论明星争议如何，家人和普通店员本不该承受这些，可事情依旧没有停下。5月26日，王鹤棣经纪人再次发文，疑似暗示其他嘉宾抱团，结果不仅没能平息争议，反而让更多网友认为团队始终没有真正意识到问题所在。于是，原本一句简单的“确实不舒服”，最终彻底演变成了全网玩梗。网友甚至创造出了不舒服文学，开始疯狂套用句式。有人上班被骂，原本以为自己太敏感，现在看来我确实有点不舒服。有人点外卖少了双筷子，看了大家意见后，我承认我确实不舒服。整个互联网都开始进入模仿狂欢，而这也是内娱舆论场最真实的一面。当一个公众人物开始失去情绪合理性，那么任何表达都可能被无限放大。回头再看这场风波，最初不过只是综艺里的一句玩笑，可最终它却撕开了公众对一个艺人人设的重新审视。因为网友真正介意的从来不是一句调侃，而是你是否允许别人用你对待别人的方式来对待你自己。玩笑可以存在，但边界感永远应该是双向的。对于明星如此，对于普通人其实也是一样。